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上山采药，遇母狼挡路。母狼说：“别相信你母亲。”明朝年间，保定府上有一名叫丁二勇的男人。这丁二勇30多岁，人长得虽然说不上俊朗，但胜在老实。在周围邻居看来，丁二勇奇怪得很，很少跟人来往，宁可独自一人待着，也绝不成家。时间一长，丁二勇的身份也渐渐变得扑朔迷离。话说丁二勇起初并非保定府人，但要问他究竟从何而来，周围邻居却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丁二勇是逃难来的灾民，有人说丁二勇是来保定府寻人的，还有人说丁二勇乃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。且说13年前的中秋节，十分罕见的阴天，原本应该出现的圆月，因乌云的遮挡消失不见。当天夜里，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随着一阵闪电划过，有一黑影从天上掉落下来，重重地砸到某户人家门前。待到第二天天明，这户人家开门一看，就见到一个年轻人倒在门前。这户人家大吃一惊，但见这年轻人呼吸均匀，这户人家才松了口气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丁二勇。只见丁二勇衣服布料不菲，可浑身却是皱皱巴巴，泥泞不堪。更加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，丁二勇左手紧握成拳，右手则是放松的状态。一时之间，众人对这来历不明的丁二勇纷纷指点起来。丁二勇是被一盆水泼醒的，他醒来的时候，怔怔地望着周围的人，随后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他赶忙张开左手，可左手中却是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丁二勇登时急了，他环望着众人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我左手里的东西呢？哪儿去了？”众人听到丁二勇的问话，纷纷摇了摇头。第一个发现丁二勇的那户人家说道：“你左手哪儿有东西？看见你的时候就没有，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动你分毫，你东西丢了，可别赖我们。”丁二勇急得团团转，要说那东西一般人还真拿不走，看似玲珑小巧的小盒子，实则能有1000斤重。可这样一个神秘的东西，究竟是被何人拿走了？丁二勇不敢耽搁，那东西一日寻不回来，他便一刻不得安宁。可他寻找多时，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东西的下落。一时之间，丁二勇愁眉不展，只得暂时在保定府住了下来，顺便寻找着那东西的下落。这一住便是13年。13年间，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，也足以让一个人变老，但岁月却饶过了丁二勇。此时他的模样仍旧和13年前一模一样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丁二勇越来越焦急起来，眼看就要到15年之限，倘若在15年之内没有将那个东西寻回，人间将有大难发生。这天一早，丁二勇正准备出门再次打探那东西消息的时候，屋外却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丁二勇打开门一看，竟是隔壁邻居张大妈。看到张大妈，丁二勇感到有些诧异。平日里，丁二勇很少和附近人说话，13年间，他们更是没有正面接触过。今日这张大妈怎么突然来敲门了？正想着，还没等丁二勇开口问些什么的时候，张大妈便笑意盈盈地递上去一块猪肉，说道：“二勇啊，有人拜托我把这块猪肉给你，我看这块猪肉不错，炖了吃肯定香得很。”可丁二勇从来不吃这些，又会是什么人送来的呢？丁二勇下意识地朝张大妈身后望去，好一会儿才问道：“张大妈，那人在哪儿？又长什么样子？”听到丁二勇的问话，张大妈也不禁回头四处张望起来。那人不见了，不过我还记得他的样子。怎么回事？我忽然想不起来了。我只记得那个人个子很高。然后原本印在张大妈脑子里的面容，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模糊起来。丁二勇本不打算接过这块猪肉，
毕竟他并不属于这里，只想少些跟这里人接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猪皮之上忽然显现出一团黑气，紧接着似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印在了猪皮上。丁二勇见状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一瞬间改变了想法，赶忙谢过张大妈，接过了那块猪肉。直到张大妈离去，丁二勇才开始细细打量起那块猪肉，不一会儿便发现了其中端倪。他将猪皮切下，小心翼翼地将猪皮拉长，这才看清楚猪皮上面的字。顺着东走，你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。他想要的东西，毋庸置疑，正是13年前在他手中丢失之物。虽然不知究竟是谁用猪皮给他带来的消息，但现在来看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都不能放弃。想着，丁二勇便背上行囊，一路朝着东方飞驰而去。不知走了多远，丁二勇便见一户人家门前围满了人，人群中有男有女，皆掩面哭泣着。待看清这些人的面孔后，丁二勇不禁大吃一惊：“大哥大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人群中人闻声，慌忙抬起头来，看到丁二勇的时候，哭声更甚：“二勇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快跟我们进来吧，娘她快不行了。”丁二勇浑身一颤：“娘怎么会？这13年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还有你们不是应该在上面，为何会在这里？”丁二勇口中的大姐名叫丁飞，听到丁二勇的问话，赶忙抹了把泪说道：“二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当年你带着那东西下凡，母亲知你命中必有一劫，便带着我们一同下凡寻找你的踪迹。可是到了人间才发现，我们的本领在这里根本发挥不出来。在这里，我们和那些凡人没什么区别，不过有一尊不老之身罢了。眼看13年过去，我们仍旧未寻到你，母亲担心你的安危，前不久强行动用了法力，导致身形俱损。你若再不回来，恐怕……”说着话，丁二勇在大哥大姐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屋子。屋子里黑漆漆一片，四周环境潮湿。在屋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口巨大的水缸，水缸之中隐隐泛着粉红色的光芒。丁二勇凑近一看，水面之上漂浮着一朵开得鲜艳的水莲花，只是水莲花花瓣却有了枯萎之象。丁二勇心中一沉，急急呼唤着母亲，可始终都没有人回应。二弟，没有用的，自从母亲变成这样之后，就进入了永久的睡眠，花瓣已经掉落了一半。倘若花瓣纷纷凋零，母亲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丁飞说着，再次掩面哭泣起来。这该如何是好？见到母亲变成这样，丁二勇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。丁飞叹气说道：“唯有一种灵草可救母亲，但那灵草所在山峰之巅，以凡人之躯根本无法到达。我们现在皆为凡人躯体，就算有心也是无力。我去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来到此地也一样有着天上的能力。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让母亲活过来的。”丁二勇说着，再次告别兄弟姐妹，朝着大姐所说的山峰飞身而去。待丁二勇走后，水缸之中的水莲花散发出阵阵光芒，原本枯萎的花瓣渐渐恢复如常。随着水波流转，水莲花幻化成人形，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盈盈笑道：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等到二勇回来，这个盒子便可以打开，到时候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”然而丁飞却是紧锁眉头：“娘，这样做，万一让二勇知道真相，他会不会生气？”“怕什么？”水莲花小心翼翼地将那小盒子收进衣袖之中，说道：“我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他好事。”丁飞微微颔首，他的目光扫过水莲花的衣袖时，眉心还是不由得紧皱起来。水莲花手中之物，正是丁二勇找寻多年的锦盒。他们原本是天上的仙子，本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
可就在13年前，这锦盒横空出世，15年后锦盒自行打开，到那时候人间必将生灵涂炭，唯有在人间开启锦盒，反而会带来美好。丁二勇为维护人间，只得带着锦盒下凡，准备在15年间守着锦盒。可却不成想锦盒在他手中丢失，不知那锦盒是在人间还是天上。为寻锦盒，丁二勇这才留在人间13年。可如今锦盒为何会出现在丁二勇母亲手中？一家人为何要在丁二勇面前作戏一场？先前那一块猪肉又是谁交到丁二勇手中的？他们究竟有何目的？闲话少叙，咱们接着讲。丁二勇飞身朝着山而去，眼见快到山脚之下的时候，一阵狼嚎声从不远处传来，紧接着便有一狼拦住了丁二勇的去路。丁二勇向前走，那狼便龇牙咧嘴的要扑上来。丁二勇腾空而上，那狼竟也跳到了半空，欲要袭击丁二勇。丁二勇见状，得知这狼定是个不好惹的种，只好问道：“不知拦住丁某去路所为何事？”那母狼一双寒眸盯着丁二勇，随即口吐人言说道：“这位仙人，敢问你可是要去那山峰之巅上取灵草？”听到母狼开口说话，丁二勇这才意识到这狼并非普通之辈，而是开了灵智的生物。丁二勇点头说道：“正是，我母亲水莲花受到重创，唯有灵草可救她一命，麻烦小友通融一下，小仙去就回。”母狼却是仍旧不肯动，说道：“那株灵草你万万不能采，不然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”母狼说罢，见丁二勇一脸茫然，连忙轻笑一声说道：“小仙一向英明，怎么在自己家人面前却犯了糊涂呢？你母亲的话不可信，她根本没有受伤，一切不过是在你面前做的戏罢了。真正的目的就是引导你将灵草拔下，以开启锦盒。”丁二勇却是不肯相信，刚刚他亲眼看到母亲受创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再说了，那锦盒消失多年，如果母亲真想开启的话，为何偏偏要等到现在？更何况还有不到2年，锦盒便会自动打开。现在这样做不过是无用功。丁二勇根本不信母狼之言。正当母狼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面前的山路忽然升起一阵白雾，阻断了母狼和丁二勇的视线。与此同时，丁二勇头部昏昏沉沉，紧接着便昏倒在地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山峰之巅，而那灵草就开在自己身边，正闪着莹莹绿光。丁二勇心中一喜，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伸手将灵草拔下，却不知灵草叶子上生满密密麻麻的刺，一下子将丁二勇的手指戳破，一滴滴鲜血进入灵草之中，瞬间便与灵草合二为一。这样奇怪的现象，丁二勇并没有发觉，催动浑身灵力，他原本受伤的手指瞬间便恢复如初。他拿着灵草兴冲冲地朝山下走去，却不知为何越走浑身越没力气，头部昏沉，脚步虚浮，仿佛下一瞬就要跌倒在地。他硬撑着身子一步步向前走着，一直走到一处破屋前，丁二勇终于撑不住倒在了地上。此时他微微抬眼，见屋中熠熠生辉，这才发现这破屋不是别处，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刹。丁二勇一点点朝着古刹中挪去，来到一处角落时，他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一样，头一歪便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丁二勇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，他缓缓睁开眼，就见古刹之中不只有他一人，还有一女子，只是这女子看上去实在是太熟悉了。丁二勇眯了眯眼，待看清那女子面容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竟是他的母亲水莲花。可母亲不是受了重创，待在水缸里吗？
怎么会？丁二勇忽然想起先前母狼对他说的话，正准备起身质问母亲的时候，站在古刹中央的母亲却是忽然开了口：“让你办的事情都怎么样了？”水莲花背对着丁二勇说道：“主上，事情都办妥了，只不过路上出现了一段小插曲。”水莲花的身子挡着说话之人，在丁二勇这个方向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水莲花问道。丁公子在上山途中遇见了一只开了灵智的母狼，母狼拦住了他的去路，还把我们的计划全盘托出。好在我及时升起一层浓雾，不然我们的计划全泡汤了。那人有些得意地说着。什么？竟然有此事？水莲花大怒，看来我们之间有内鬼，不然我们如此秘密之事，怎么会被一头狼知道？这里的事情交给我，你且回去看看，究竟是谁泄露了秘密。说罢，丁二勇就见水莲花面前有一白雾顺风而飞，不过刹那便消失不见。不过丁二勇来不及多想，那白雾飞走之后，一直背对着自己的水莲花转过身来。丁二勇赶忙闭上双眼，脚步声距离他越来越近。他感到母亲一步步走向自己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上一空，那原本握在他手中的灵草便被人抽走了。与此同时，丁二勇感到周身传来一股暖流，瘫软无力的身子也渐渐恢复起来。待他睁开眼的时候，母亲已然离开古刹之中。这时候，丁二勇忽然想起母狼之言，再结合刚刚母亲与那人的对话，可知母狼所说乃是事实。可那锦盒真的在母亲手中吗？母亲急于打开锦盒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想到这里，丁二勇悄悄将藏在怀里的猪皮拿了出来，他口中念念有词，食指朝着猪皮上一点，顿时猪皮上文字缠绕的黑气便朝着屋外飘去。丁二勇起身，顺着黑气的方向跟了过去，没一会儿就看到母亲水莲花的身影，而那黑气此时盘旋在水莲花指间，片刻之后便钻入了水莲花体内。水莲花似是察觉到什么，赶忙回头去看，丁二勇已然隐匿起来。原来一切都是母亲的一场计谋，用猪皮上的文字引起他的注意，一路将他引到东方，恰好遇见大哥大姐在门前哭泣，在用计让自己到山上拔灵草。如此周密的计划，只为了提前开启锦盒吗？丁二勇仍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带着满肚子疑问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不过不管母亲究竟有何目的，现在丁二勇可以确定的是，那锦盒的的确确就在母亲手中，他要想办法拿回来才行。回到家后，一切如常，母亲水莲花仍旧待在水缸之中，不过大姐丁飞却不见了踪影。丁二勇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四处寻找着锦盒的踪迹，可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。不过很快的，他便发现自己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身体中的暖意渐渐散去，随着浑身越来越冰冷，丁二勇的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。丁二勇昏昏沉沉睡着，先有清醒的时候。这天夜里，丁二勇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窗外影影绰绰，不一会儿便传来一阵谈话的声音：“丁飞，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竟然敢泄密给天下生灵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我这么多年的计划都会毁于一旦。你想害死你弟弟吗？”这说话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丁二勇的母亲水莲花。丁飞说道：“二弟天生心善，他若知道您的计划，定会与您置气。弟弟的命是命，可天下生灵呢？他们也是无辜的，他们也想活命啊！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不是圣人，在你们面前我是母亲。丁飞换作是你，我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救你的。”水莲花说着，大手一挥：“你弟弟留在灵草上的血不多，现在还需要他的血，才能打开锦盒。”说罢，水莲花一掌将丁二勇房间大门打开，径直朝着丁二勇走去。
丁二勇想要挣扎，却发现自己浑身无力，根本动弹不得。他只感到指尖一痛，身体中的血液瞬间便顺着指尖流了下去，鲜血一滴滴落在灵草之上，灵草缓缓闪着金光，一点点将丁二勇的血液吞噬。直到灵草饱和，水莲花这才停下了手。水莲花拿着灵草飞升而上，用灵草将锦盒催动开来。随着锦盒缓缓打开，人间的天也渐渐暗沉了下来，乌云密布，雷电声连连，无形之中好似有一双双利爪抓住人们的脚踝，人们动弹不得，浑身的力气也在这瞬间被抽干。与此同时，丁二勇惊愕地发现，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正不断汇聚而来，化成一缕缕气流，钻进了自己身体之中。不过须臾，丁二勇力气恢复。此时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，赶忙起身出门，朝着天空望去。就见天空乌云之上，有一束金光洒落在地，那金光一点点吞噬着人们的生气，而那生气最终汇聚之地竟是自己身上。丁二勇大吃一惊，瞬间明白过来母亲的用意，他不敢耽搁，意识飞身而上，到天空中寻找母亲的身影。水莲花用法力和灵草一同催动着锦盒，他的嘴角微微溢出鲜血，可却没有停手的意思。丁二勇见状，赶忙前去跪倒在水莲花面前，说道：“娘，收手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人间将会大乱，而你也会受到天庭的处罚。”水莲花摇摇头：“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宁可让别人亡，宁可自己受罚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。”原来早在锦盒横空出世的时候，母亲水莲花便预料到，在丁二勇身上将会有一劫，此劫重大，危及生命。可是丁二勇得知锦盒的威力，执意要到人间拯救凡人，水莲花只好跟着丁二勇一同前去。在丁二勇掉落在地昏迷过去的时候，水莲花悄悄将锦盒拿走，并躲在一处丁二勇找不到的地方。眼见丁二勇的劫难即将到来，可距离锦盒开启仍有2年之久，水莲花只好让儿女们演戏，将丁二勇引了过来。为了提前开启锦盒，利用人间的生气，让丁二勇躲过一劫。见母亲执迷不悟，丁二勇只得伸手去抢他手中的锦盒，可尝试几次都没有夺过来。眼见人间此时已然乱作一团，丁二勇急中生智，径自散修为，将锦盒吸附过来的生气通通还给了人间。水莲花见状大惊，连忙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痛心疾首地望着丁二勇：“儿啊，娘这么做都是为了救你，你这又是为何？”“娘，我们仙人在天上活着，就是为了造福人类，如今我们却为了活着而本末倒置，危害人间，那么我们的存在又有何意义？娘，在我看来人有定数，我们仙人更是如此。既然我命中必有一劫，那么我就不能逃避，与其苟且偷生，不如接受现实。”丁二勇的一番话让水莲花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忽有2个黑影出现，来到母子2人面前，冷声说道：“你们2人提前开启锦盒，为祸人间，该当何罪？”说罢，那2个黑影便欲要抓捕母子2人。丁二勇见状，赶忙挡在母亲面前说道：“是我私自打开的锦盒，最终受益者也是我，受罚的也应该是我才对。”“不是他，是我执意而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水莲花说着，便要上去阻拦，然而黑影却先水莲花一步，将丁二勇带走了。丁二勇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，他的修为散尽，还给了人间，而他也因此被贬成凡人。随着一道金光闪过，丁二勇投身人间。与此同时，人间恢复如常，天再次晴了。人们看着天边那道金光划过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人都知天上降下来一个活神仙，救了他们的命。说在最后，丁二勇无疑是一位善良的人，
在危险的边缘，没有人不想活下去，但丁二勇在危急时刻却仍旧惦记着人间，不贪生不怕死。丁二勇身上的精神值得敬佩。反观丁二勇和水莲花，他虽不是大善之人，但在我带入他角色的时候，也会明白他的处境。水莲花是仙，同时也是一个母亲，在面对孩子生死存亡的时候，身为一个母亲，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孩子去死。只是水莲花的方法有些偏激，她也用错了方法。一物可换一物，但命却不可换命。万事皆有定数，亦有因果，或许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方式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夜见窗外黑影，他悄悄拿出糯米。白鸽说：“那是你王母。”明朝年间，保定府上有一名叫王清和的男子。王清和20有2，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书生，住在乡下的茅草屋中，不遮风也不挡雨，但却丝毫没有阻拦王清和读书的决心。不过近日，王清和身上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。10年清明节，王清和难得放下书本出门走了一圈，天一擦黑，原本还在街上逗留的人们纷纷收拾回了家。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街上就没了人。王清和见状，也连忙加快脚步朝家走去。走到一处巷子口时，王清和脚下一踉跄，径直便摔倒在地。他揉着摔痛的膝盖，回头望去，这才发现在巷子口的正中间竟摆放着一坛酒。王清和心中念叨着，不知是谁将这坛酒放在这里。正想将酒搬到别处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，酒坛上的盖子被吹开了一道缝隙，顿时一股股奇妙的酒香味儿从酒坛中飘散出来。闻着酒香，王清和不知为何，忽然想起了自己过世多年的母亲，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酸涩之感。今日清明节，可怜孩儿无能，饭都快吃不上了，更何况买烧纸的钱。想到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地埋在地下，王清和眼中不禁泛起泪花，泪珠在眼眶中转了几圈，便掉落在酒坛之中。那股奇妙的香味越来越浓，从不好酒的王清和突然对这坛酒产生了贪念。王清和鬼使神差地将酒抱在怀中，穿过小巷，回到家中，便忍不住将酒一股脑灌进了肚中。酒香在口腔中散开，不过片刻又窜入脑中。王清和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，紧接着眼前一片模糊，随之一倒，昏倒在地。迷糊之间，王清和在耳边好似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。他缓缓睁开双眼，就看到一道黑影向他走了过来。那身影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就在那人影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困意再次袭来，很快王清和便失去了知觉。然而让王清和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头一次宿醉，第二天醒来之后，自己身上便发生了种种怪异之事。天边的鱼肚白升起，原本黑暗的夜渐渐有了亮光。王清和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之上，忍着头部传来的疼痛，王清和又闭上了眼。不过仅仅一瞬间，王清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四周环望了一圈。不对呀，昨天晚上喝了酒，他明明直接倒在了屋中的草席子上，怎么一觉醒来，自己又跑到了床上？王清和思来想去，也不知自己是何时躺上来的，只好作罢。不过当王清和起身来到桌案前准备读书的时候，愕然发现桌上的墨已经磨好，书本摆列得整整齐齐，唯有一滴墨不合时宜地在纸上晕开。王清和顺着这滴墨水望过去，这才发现墨水一滴滴洒落在地，一直延伸到屋外。王清和跟着这滴墨水走出门，发现墨水在酒坛附近消失不见，再往那酒坛里，竟不知为何又盛满了酒。
王清河确信这坛酒正是昨天晚上自己带回来的那一个，可他明明记得昨天的酒已经被他喝光了，怎么现在坛子里的酒又满了？就在王清河感到匪夷所思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藏在枕头底下的一双金筷子不见了。这双金筷子是王清河浑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，同时也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这金筷子不是别物，正是母亲留下来的遗物。这双筷子在枕头底下放了近10年，都相安无事，如今忽然消失不见。王清河确信自己家中进了贼。王清河越想心中越不安，赶忙来到县衙里报了案。听了王清河的讲述，县令也感到十分奇怪，直觉认为此事重大，不敢耽搁，连忙带领一众衙役来到王清河家中查探。不过经衙役查探过后，发现王清河家中并没有人闯进来的迹象，初步怀疑是熟人作案。但经王清河所述，他很少和周围邻居走动，家里的亲戚更是很少来往，为此熟人作案也排除了。查来查去，衙役又在附近蹲守了2晚，都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见王清河家中贫寒，唯有丢失的一双金筷子最值钱，县令便说道：“想来你家中也不会再来贼，至于那金筷子，我们官府会尽力帮你找到的。”官府的人说罢便离开了。其实王清河和官府的人想法一样，自己家里什么都没有，贼人图什么呢？可想到那金筷子可是母亲遗留之物，王清河心中不由得又难过起来。衙役们离开的当天晚上，怪事又发生了。王清河读完书，熄灯睡下，刚睡着，门外便起了一阵风，紧接着茅草屋的门就被吹开了，吹得王清河直打哆嗦。王清河缓缓睁开眼，就见门口的方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。王清河吓了大跳，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。可是当他再次朝门外看去的时候，那人影又不见了。门外的风呼呼吹着，吹得茅草屋摇摇欲坠，不一会儿便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王清河摇摇头，将门关上，环视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异样，便又躺了下来。朦胧中，王清河感到黑暗中有一个影子朝着他缓缓靠近，来到他床前，为他盖好了被子。王清河想睁开眼看看，可是此刻他的眼皮却是越来越重，没一会儿就沉沉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清河发现屋子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桌案上亦是摆放的有条不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贼人来了，不但不偷东西，反而还帮他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王清河心中诧异，不过很快的，王清河发现那个人就在自己家里，好似从醉酒那天开始，家中就多了一个人。这样的感觉唯有在晚上的时候有。天一亮，王清河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。王清河穷得叮当响，没钱请道士，只好到村中和看事婆说了点好听的话，看事婆这才答应到王清河家里看看。然而阿婆在屋中转了几圈，也看不出所以然，但怕自己在村子里坏了名声，只好神神叨叨地围着王清河说了几句，又指手在黄纸上画下晦涩难懂的符文，交到了王清河手中。不知是心理作用，还是看婆那几句念叨，亦或者是符纸起了作用，连续3、4天，王清河都没有感觉到奇怪的现象发生，不禁在心中松了口气。可是到了第5天晚上的时候，屋子里的那个人又出现了。王清河睡觉轻，有点动静就醒了，听到屋外大风阵阵，不一会儿，一阵女人哭泣的声音就传入了王清河耳中。女人哭得很伤心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念叨着：“我的儿啊，娘想你，儿啊，让娘看看你。”女人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时而远，时而近，听得王清河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他猛地坐直了身子，将看事婆给的东西护在身前，紧张兮兮地环顾着四周。谁？
谁在那里？”王清河的声音很大，话音落下，女人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一整晚都没有再出现过。可是王清河却睡不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找上了看事婆，将自己昨天晚上经历的事情一一告诉了她。看事婆听后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看来你屋子里的那个人来头不小，一时半会儿是赶不走他，不然今夜你在我这里住下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明天你去看看你娘，在你娘面前念叨念叨，让她保佑你的平安。”看事婆的屋子跟别人的都不一样，房间四周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家伙事儿，一般的牛鬼蛇神都不敢靠近。王清河安心睡在了看事婆家中，本以为会相安无事，但夜里那个人还是跟了过来。王清河辗转反侧，第二天就听看事婆的话，朝着埋葬母亲的地方赶了过去。不知走了多远，原本晴朗的天儿忽然变了脸，狂风大作，乌云遮住了太阳，一瞬间天便暗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王清河便听到了阵阵咕咕之声，这声音很是微弱，就在不远处，如同求救一般。王清河有些好奇，顺着声音走了过去，就见一截又粗又长的树枝将一只巴掌大小的白鸽压住了。小白鸽咕咕叫着，见王清河来了，赶忙动了动爪子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王清河。王清河心善，见到小白鸽遇险，赶忙伸手将树枝抬了起来。小白鸽身上一轻，扑扇着翅膀便飞了起来，朝着王清河周围盘旋了一圈，就落在了他肩头上。王清河倒也没有赶小白鸽走，就这样任由小白鸽在他的肩头上站着。王清河将糕点放在母亲坟前，口中絮絮叨叨说着希望可以让母亲保护自己的话。一炷香过后，王清河缓缓站起身，然而他刚刚起身还没有站稳的时候，头部忽然变得昏昏沉沉，紧接着眼前一片模糊，王清河径直便倒在地上昏睡了过去。夜深人静，王清河从梦中惊醒，这才发现自己竟在母亲坟前睡着了，而那只小白鸽正站在自己面前，啃食着母亲坟前的糕点。王清河心中大惊，赶忙一把将小白鸽托在手中，说道：“小白鸽呀，这糕点你可不能吃，这是我为母亲准备的，你吃了，它就没得吃了。”小白鸽站在王清河手心，偏头看了看他，随即小白鸽便咕咕咕叫了起来。尽管这声音就是鸽子叫，可听在王清河耳中竟变成了人语。小白鸽说：“恩公，你一直跪在这里是在做什么？”王清河一愣，诧异地望着手心里的白鸽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小白鸽竟能口吐人言，惊得他登时便将白鸽扔了出去。白鸽扑扇着翅膀，站在原地歪着脑袋看着王清河。王清河心知这白鸽并非凡物，想起自己这大半个月来经受的折磨，不由得叹息道：“白鸽大仙呐，既然你能口吐人语，定不是普通的鸽子，我遇到了麻烦事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呀。”王清河将自己近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白鸽。说到最后，王清河再次深深望了一眼母亲坟的方向，摇头说道：“今日正是想要恳求母亲，希望母亲能够来到我身边保护我。”小白鸽不解地望了望王清河身后，随即便说道：“恩公，你的母亲没有死，就在你身边呀。”白鸽的一番话让王清河感到头皮发麻，他赶忙四周望了望，并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身影。刚要松口气的时候，白鸽又说道：“不信你看看你的影子。”王清河小心翼翼地朝着自己的影子望了过去。此时此刻月光正盛，他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，而就在他影子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影子，一个女人的影子。可还没等王清河看清模样的时候，那影子又忽然消失了，他的四周没有人，这影子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莫非这影子便是自己身边多出来的那一个？可是为什么
白鸽又说自己母亲一直跟着自己呢。王清河不敢相信，刚刚他看到的影子就是自己的母亲。他认为母亲一向爱护他，又怎舍得徘徊在他身边，这样吓唬他？王清河失魂落魄地往家走着，小白鸽仍旧没有离开，站在他的肩头，准备跟他一起回去。到了家门外的时候，王清河诧异地发现茅草屋中摇曳着烛火的光芒，放眼望去，窗边还似有一人徘徊着。王清河闭了闭眼，先前自己太胆小了，这一次他要勇敢一回。想着，王清河将手伸进衣襟之中，那里有看事婆先前给他准备的糯米。他没有犹豫，猛地将门推开，右手一扬，便将糯米朝着窗边撒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肩头上的小白鸽咕咕叫着：“别撒糯米，那是你娘。”然而小白鸽的提醒为时已晚，糯米挥洒出去，落在半空之中，形成了一个人形。不一会儿，糯米发出一阵呲呲的响声，瞬间白色的糯米便冒起了黑烟，落在了地上。片刻之后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窗边，那身影忽明忽暗，一双凹陷的双眸望着王清河，沉痛不已。王清河看到这身影之后大惊：“娘！”小白鸽没有说错，跟在王清河身边的人正是他的母亲。可母亲已经去世多年，如今又为何忽然出现在他的身边呢？王清河心中诧异，他望着自面前昼思夜想的身影，即使面前的人骨瘦嶙峋，即使面前的人容颜不在，他仍旧能够辨认出这就是他的母亲。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王清河声音颤抖，此时此刻他也不再害怕，反而一步步朝着母亲靠近着。然而王清河的母亲却是摇头说道：“儿，娘想你，娘想你。”母亲不断重复着这句话，却是没有回答王清河的问题。王清河想要前去抱一抱母亲，可是双臂却犹如划过空气一般，什么都没有触碰到。一旁的白鸽见状，不禁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恩公，你别再问了，你娘是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。”王清河扭头看向白鸽问道：“我娘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都知道？”白鸽犹豫片刻，还是点了点头，将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王清河。原来王清河母亲去世之后，迟迟不肯离开，一直都徘徊在王清河附近。每次有阴差前来抓捕他的时候，他都会想尽办法躲起来。一次在逃避的途中，母亲遇到了一个道士，道士本想收了他，但母亲却苦苦哀求道士，他只想守在儿子身边，别无他求。道士见他并无害人之心，心软便同意了下来。道士告诉王母说，想要停留在人间，留在孩子身边，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人有七魂六魄，我需要抽走你三魂二魄，封在酒坛里，酒坛不碎，灵魂不灭，一般的阴差更是发现不了你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你会变得痴傻。王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在王母心中，天底下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情比自己的儿子还要重要。她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想独留王清河一人在世上。王母被道士抽取三魂二魄，封在了酒坛之中。清明节当天，王清河将酒坛中的酒一饮而尽。自那天开始，王母便一直陪在王清河身边，像往常那样，在王清河看不见的地方，默默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。王清河不知那人是自己的母亲，自然是害怕不已。听到白鸽所言，王清河不禁流下了泪水。他来到母亲面前说道：“娘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儿子就在这儿呢，以后儿子和娘一直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王母痴痴傻傻笑着，像个孩子一样歪头看着王清河。看着母亲这个模样，王清河流下泪水。他虚空抱着母亲说道：“娘啊，都是儿子没用，读书多年都没有成就，过着贫苦的日子，导致母亲您病了。
儿子也没钱给您医治，让您病拖着，这才会。王清河泣不成声，王母则是焦急地挥着手：“儿不哭，儿不哭，娘在，娘在。”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搭着话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外的月亮忽然被云挡住，原本烛火摇曳的茅草屋中忽然暗了下来。王清河肩膀上的白鸽咕咕叫着，十分焦急地说道：“恩公不好，阴差发现你娘了，快让你娘藏进酒坛里。”王清河大惊，赶忙将白鸽的话转告给母亲。然而母亲此时痴傻，根本听不懂王清河的意思。就在王清河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屋外阴风大作，没一会儿，茅草屋门大开，紧接着便有一黑一白二人钻了进来。只见二人一黑一白，一胖一瘦，一高一矮。王清河定睛一看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话本中所说的谢必安。范无救。王清河下意识地将身子挡在了母亲面前，眼前黑白二人面面相觑。阴差办事，阳间人少管说着，黑白二人径直穿过王清河的身子。王清河顿时便感到浑身一冷，扭头一看，那黑白二人已然来到了母亲面前。母亲看到黑白二人，似是也察觉到了什么，瑟缩在一旁，低着头不敢看。见状，谢必安不禁扭头看向范无救，说道：“这人魂魄不全啊，抓回去也交不了差，找，三魂二魄必然就在这附近。”范无救说着，便凶神恶煞的一把将王母揪了起来。王清河见状要前去阻拦，可自己是人，根本无法触碰到面前三个人，不禁急得团团转。而王母被范无救这么一拽，一时吓得啊呀大叫起来，奋力将二人挣脱开来，转身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黑白二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很快就发现了端倪。二人缓缓朝着酒坛走了过去。王清河心中不由得一紧，先二人一步将酒坛抱进了怀中，十分警惕地看着黑白二人说道：“你们休想带走我娘，我娘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想待在我身边罢了，你们凭什么说带走就带走？”黑白二人无奈笑道：“阳间有阳间的规矩，阴间也有阴间的规矩，最好不要阻拦我们办事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说着话，黑白二人见王清河仍旧抱着酒坛不放，连忙飞身上前与其争夺起来。可王清河区区人类，哪里是他们二人的对手？争夺之际，酒坛撞到墙上，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，刹那间酒坛碎裂。紧接着，王清河就看见母亲的身影从酒坛中飘了出来。此时三魂二魄已然归位，黑白二人这才认出王母，不禁呵呵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没想到我们追踪你多时，竟躲到了这个酒坛之中，快跟我们回去吧，再在人间逗留，最后的下场只能是魂飞魄散。”说着，黑白二人飞身上前，拿出一把锁将王母锁了起来。顿时王母动弹不得，只能双眸含泪，扭头看着王清河说道：“儿啊，这回娘真的走了，先前是娘不对，娘太想你，放心不下你，才会在你身边，吓到你了。现在看到你一个人也能把生活过好，娘就放心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天下无不散筵席。娘走了，而你要好好的。”说罢，王母扭身而去，一行三人眨眼间便消失在王清河面前。王清河痛哭流涕，好一会儿，白鸽飞到他面前说道：“恩公莫要伤心，你娘让我把这个给你。”王清河抬起头，恰好看到白鸽口中衔着的一双金筷子。后来王清河渐渐走出伤痛，不知是他的努力，还是母亲在天之灵的庇佑，王清河成功考取功名，不久后更是娶一贤惠的妻子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说在最后，王清河是个善人，也正是因为他的举手之劳救下了白鸽，白鸽才会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他。但人无完人，王清河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，
他虽然心善，但却十分胆小。若非他的胆小，或许王母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也不会发生之后的事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人皆有命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定数。不顾一切地打破生存的规律，并不是明智之举。就像王母说的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人和人相遇的时候，要学会珍惜，珍惜眼前，那么到未来的时候才不会后悔。况且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，没有谁一辈子不离开谁。摆正心态，学会接受现实，这才是人生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回家，见阿婆可怜，出手相救。阿婆说，晚上别去听戏。明朝年间，一天清晨，村子里热热闹闹围满了人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好不快活。出门打水的张阳平见状，也连忙回家放下水桶围了上去。可张阳平个头不高，踮脚看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这些人在看什么，只好拍了拍前面那人肩膀问道：兄弟，这么多人围在这里看什么呢？不知今天是什么大日子，这么热闹。前面那人闻声扭过头来，张阳平却是猛地一惊，向后退了2步。只见这人脸上戴着黑乎乎的面具，造型夸张，让张阳平始料未及。那人呵呵一笑说道：你有所不知了，咱们村长3年一次庆贺生辰，今天刚好又过3年。这不，村长花大价钱从城里请来了这支最厉害的戏团，有这样的好事儿，大家伙儿可不得向前冲嘛。那人说着便扭过头，不再理会张阳平，身子向前挤了挤，很快便消失在了张阳平面前。戏团的事儿，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张阳平却不知道，因为张阳平并不属于这个村子，他是在2年前和妻儿逃难来的。张阳平还没听过戏，一听是城里最好的戏团，也连忙来了兴趣，跟着前方涌动的人群走近了。不过这戏曲喜欢的是真喜欢，不喜欢的就像催眠曲一样。张阳平一开始看着台上妆化的花花绿绿的角还新鲜，学着文人骚客拍手叫着好。可听了没一会儿，张阳平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。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张阳平努力睁大眼睛看着戏台上，可面前的人物却是越来越模糊，唯有一个女子渐渐在他眼前浮现出来。那女子身形妖娆，面上虽画着戏妆，可张阳平还是可以看出这女子妆容之下的素净之美。可是女子虽美，但那一双眼睛却是满含怨毒的死死盯着他，紧接着竟是猛地朝他扑了过来。张阳平吓了一大跳，浑身打了个激灵，这才睁开眼睛，面前一切如常。他在戏团里张望着，哪里有刚刚那女子的身影？此时张阳平对这戏也没了兴趣，想着刚才之事恐怕就是个梦罢了。张阳平摇摇头，再次瞥了一眼戏台的方向，转身便回了家。殊不知在他走后，有一双眼睛悄悄从戏台后方露了出来，那双眼睛看着张阳平离开的方向，渐渐变红了。张阳平还没到家，便听到屋子里传出了一阵哭声，听着声音不是别人，正是张阳平的妻子李氏。李氏为人乐观豁达，自张阳平认识李氏开始，他就没有见过李氏哭得这么伤心。张阳平心觉有事发生，慌忙加快脚步推开了门，走进屋中，就见妻子李氏背靠着门窗哭着。张阳平走上前关切问道：媳妇，怎么了这是？李氏闻声扭过头来看向张阳平，阳平，爹没了。张阳平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妻子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可还是镇定地问道：爹，怎么会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李氏掩面哭泣，就是前天的事儿。这不，信今天才捎过来。张阳平接过信看了2眼，眼泪也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。他一把拦住妻子，安慰道：媳妇啊，你要知道人必有一死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生离死别，
爹走了，娘还在，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，我们快快回去，看看娘，也送爹最后一程。”心情平复了很久，妻子李氏这才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和张阳平坐着驴车，匆匆朝着另一个城市赶去。到了娘家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的夜里，灵堂里亮着灯，李氏的兄长跪在灵堂前为父亲守着灵，母亲则是坐在灵堂前望着月亮，默默流着泪。见到李氏回来，母亲连忙迎上前去，可看到张阳平的时候，母亲却是十分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不过母亲并没有说些什么，只是揽着李氏朝着灵堂走了过去。李氏虽然伤心，但心中却有疑问。他看着眼睛红肿的母亲，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问道：“娘，我记得父亲身体一向健硕，怎么会突然？”母亲叹了口气，扭头看向身边的张阳平说道：“女婿啊，娘渴了，去倒杯水来，顺便给你媳妇也倒一杯来。”母亲见张阳平离开了，这才低声说道：“你爹啊，走得蹊跷。前不久你爹跟人到城里干活，在戏园子里帮人打杂，不知在那里发生了什么，回来就变得神神叨叨的，看了郎中，也请了先生来看，都不起作用。这不，没过几天你爹就去了。村里的阿婆说你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，受了天罚。”而且母亲说到这里，欲言又止，他看着李氏好一会儿，这才说道：“而且你爹去世之前叮嘱过我，让你离开阳平。你爹说阳平命中必有一劫，此劫若是处理不好，也会连累到你，恐怕会波及生命。”李氏自然是不信这些，见母亲神情担忧，李氏连忙安慰说道：“娘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哪有人能顺顺利利地过完这一生啊？我想爹一定是放心不下我，才会说这些。”母亲抿了抿嘴，本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张阳平的声音却忽然出现在身后。母亲赶忙讪讪一笑，将张阳平手中的水杯接了过来。尽管张阳平此时脸上带着笑容，可他心里却不是滋味。刚刚李氏和母亲的谈话，张阳平都听到了。尽管他也不相信所谓的鬼神之说，但这话听在耳中，张阳平还是有些难堪。一连几天，李氏的母亲虽然对待张阳平和之前一样，可每次都是话里有话。张阳平就算再不放在心上，仍旧听得出丈母娘话里的意思，便留李氏一人在家，自己则是提前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张阳平反反复复琢磨着先前母女2人说的话，思索着自己所谓的劫难究竟是什么。正想着，张阳平便听到一阵惊呼，也正是这声惊呼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张阳平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就见有一老阿婆倒在地上，老阿婆身边的果篮侧翻，里面的苹果七零八落。张阳平见状，赶忙迎上前，想要将老阿婆扶起来。老阿婆口中道谢，可余光看到张阳平的时候，却是大吃一惊，赶忙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。“小伙子，不要离我太近，快走快走！”老阿婆驱赶着张阳平。张阳平不明所以，但见老阿婆此时此刻还在地上坐着，他问：“阿婆，怎么了这样？”阿婆摆摆手，口中说没事，却有意无意地将身子扭向一边，不再与张阳平正面接触。张阳平不知老阿婆对自己为何这般态度，便没再说话，反而默默地将散落在不远处的苹果一一放回了果篮之中。老阿婆看着张阳平欲言又止，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看在你帮我捡苹果的份上，阿婆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听戏。”张阳平诧异道：“阿婆为什么会这么说？”“不要问那么多，只要记住我这句话就行，千万不要去，否则前世债，今世还。”阿婆说完，天空忽然响起一阵闷雷，阿婆不敢再多说什么，
连忙跨上果篮，匆匆离开了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诡异，张阳平不敢多逗留，赶忙回了家。不过对于阿婆说的话，张阳平却是没有放在心上。别说自己不爱听戏曲，再说了大半夜有谁会出来唱戏？然而就在当晚，怪事还真就发生了。张阳平晚上睡得正香，忽然一股异香飘来，紧接着张阳平在睡梦中再次看到那日戏台上貌美的女子。彼时女子未着装，张阳平透过铜镜看着女子一张素净的面孔，缓缓走了过去，在女子身后抱住了她。女子似是察觉到张阳平的到来，仅仅是浅浅一笑，并未回头。婉儿真美，梦里的张阳平赞叹道。名叫婉儿的女子笑道：张公子竟会说好听话，野花漂亮都会有人摘，婉儿再美，事到如今不还是一个人？梦中的张阳平轻轻拂过婉儿的发丝，说道：婉儿，相信我，待我考取功名，我定娶你为妻。张公子，你说真的？婉儿不在乎功名，只要与张公子在一起，婉儿就开心。不如待我唱完这一曲，婉儿就陪张公子远走高飞。婉儿笑着轻靠在张阳平怀中，张阳平默不作声，而婉儿全当他已经答应了。人来人往的戏台之下已然准备就绪，戏台之上，婉儿化着精美的妆容，唱着悠悠的戏曲。张阳平就站在台下不远处的角落里，他望着台上的婉儿，眼眸渐渐暗淡。张阳平转身离去，可婉儿凄凉的戏声仍旧围绕在他耳边。张阳平此时猛地睁开双眼，梦中女子唱戏的声音却是越来越清晰，虽然歌声哀凉，但听在张阳平耳中却是十分婉转好听。张阳平渐渐被这歌声吸引，他缓缓起身，不由得便朝着屋外走了过去。此时张阳平仿佛被什么东西牵引了一般，双目呆滞，脚步僵硬。他一步步朝着先前村子里搭建的戏台走去，抬头望去，戏台之上正有一女子唱着戏，正是梦中女子婉儿。周围的场景慢慢发生变化，张阳平此时似是又回到了梦中，台下人声鼎沸，而他则是站在角落望着台上的婉儿。就在张阳平痴迷之际，四周忽然安静下来，台上的婉儿也停止了歌声。他望着张阳平，眼神中充满了哀怨。张阳平，我敬你一声张公子，几世轮回，你终于肯来到我面前了。女子盈盈笑着，可听在张阳平耳中却是十分刺耳。此时此刻，张阳平已然清醒，想起先前阿婆的叮嘱，张阳平想逃，可却发现自己的身子好似定住了一样，怎么也动弹不得。张阳平只得抬头望向女子，问道：你究竟是谁？为何我动不了了？哈哈哈，我是谁张公子都忘记了，可不是吗？张公子贵人多忘事，频频承诺我，也频频欺骗我，为什么？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，要让你如此折磨我？婉儿冷冷笑着。张阳平摇摇头，我并不认识你，也并没有见过你，又何来的承诺？还请姑娘自重，我已经成家了。成家了？婉儿骤然抬起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身上的戏服眨眼间就变成了大红色的喜服，朝着张阳平就扑了过来。张阳平看到婉儿原本素净的面庞之上爬满了血丝，张阳平吓得大叫一声，猛然便睁开了双眼。此时他还在家里躺着，怎么说刚刚的一切都只是梦？张阳平安慰着自己，可梦里最后婉儿对他说的一句话，还是让他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那婉儿附在张阳平耳旁说道：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张阳平打了个寒战，本以为这一切都是个梦，但张阳平无意间路过昨天梦中之地的时候，却惊愕地发现戏台面前的地上竟遗留下自己的一双脚印。不过自那天开始，张阳平的生活却并没有发生变化，
久而久之，便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忘记了。7天过后，妻子李氏从娘家归来，一家人的生活再次回归到从前。然而李氏自从回来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久睡不醒，短暂清醒的时候，口中也不断说着胡话，并且张阳平发现妻子昼伏夜出，生活习惯也变化了不少。有一次白日，张阳平将屋中遮布掀开，李氏竟忽然大叫一声，钻进了黑暗的角落。李氏怪异的举动让张阳平不由得担忧起来。这天一早，张阳平特地早起来到城里，花大价钱请来一号称妙手回春的郎中回家，想要郎中给妻子看看病。路上的时候，郎中询问起张阳平妻子的症状，张阳平一五一十将妻子的近况告诉了郎中。郎中捋着下巴上的胡子，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定是疯病，不知近日你妻子家中可发生重大事件？”张阳平点点头，郎中说的是，前不久我妻子的父亲就是从娘家回来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郎中点头道，有的人心理承受能力不行，受了重大刺激之后，的确会发生你所说的这种症状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妻子定能药到病除。说着话，张阳平和郎中二人便来到了屋外，屋内仍旧挂着遮布，从外面看不到里面，里面更是见不到屋外的阳光。走进屋中，张阳平见妻子李氏仍旧躺在床上昏睡不醒，他赶忙侧身将郎中请进了屋中，指着李氏的方向叹道：“郎中啊，您快来看看吧，他就一直这么睡着，很少有清醒的时候。”郎中顺着张阳平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却迟迟没有动。张阳平有些奇怪，扭过头却看到郎中一脸茫然。张阳平不禁说道：“郎中，不知我妻子这病还有没有办法治？”郎中双眼在屋中打量了一番，随即摇摇头说道：“年轻人，我看你老实，才大老远跟着你过来的，没想到你却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戏耍我。”张阳平一愣，慌忙问道：“郎中这话什么意思？妻子现在病入膏肓，张某哪里来的心情戏耍你？”郎中却是拂袖冷哼一声道：“哼，你根本没有妻子。我虽然老了，但不至于瞎了眼。那床榻上空空如也，你却指着床榻上说你妻子在那里，这不是戏耍我是什么？”张阳平十分不解，他偏头看着床榻上的妻子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妻子就在那里，为什么郎中偏偏说看不到呢？张阳平有些心急，连忙抓住妻子的手抬起来说道：“郎中，你可别胡言，我妻子躺在这里好好的，怎么会没有人？”郎中再次顺着张阳平手中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张阳平凭空抓起了什么东西，仿佛那里真的有人一样。看着张阳平一脸真诚的模样，郎中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慌忙将先前张阳平给他的银子拿出来，放在了桌案之上，随即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狼，仓皇而逃。张阳平不知郎中心中所想，连连在心中暗骂其庸医。看着妻子李氏沉睡不醒的模样，张阳平叹了口气，想着那郎中看不好，就去找别的郎中。想着，张阳平起身再次出了家门，却没想到在上次的地方又碰到了阿婆。张阳平见阿婆推着重物，便心善准备帮阿婆。然而阿婆看到张阳平的刹那，却是再次后退了几步，指着张阳平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你夜里去听戏了？”阿婆问道。张阳平挠了挠头说道：“那就是个梦，我只是在梦中听了戏。”阿婆摇头叹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看来你命中必有这一劫，只是这劫皆与前世情债有关，这一世的劫难必将会牵扯到你的妻子，恐怕你妻子现在并不好过。”张阳平听到阿婆所言，心中一惊，想起先前李氏母女二人的话，还有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，
再结合妻子近日的种种怪异行为，张阳平不由得慌了神，赶忙跪倒在阿婆面前，苦苦哀求道：“阿婆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我有劫难无妨，但不能因为我苦了我妻子。”阿婆将张阳平扶了起来，好一会儿似是做了什么决定，这才开口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本该情债之事，我不当管，但看你是个好心人，阿婆就出手帮你一次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胡乱发誓。”张阳平帮阿婆推着车，一路又回到了家中。然而到了家门口的时候，张阳平赫然发现家中屋门大开，进屋寻了半天，李氏的身影都没有。阿婆倒是不慌乱，她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随即缓缓走到床榻前，伸手将被子掀开，就见被子底下竟有着一个黑色的人形印记。阿婆见状，脸色大变。快走！话音刚落，不远处忽然传来阵阵唱戏的声音。阿婆和张阳平顺着声音寻过去，就见李氏此时穿着戏服，在高高的戏台上唱着。月光下，戏台上的李氏面孔不断变化着，一会儿是婉儿，一会儿是李氏，看得让人触目惊心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张阳平偏头看向阿婆，便想要冲上戏台将李氏拉下来。阿婆却是阻止道：“别去，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。”张阳平闻言看向台上的李氏，果不其然，李氏的脸竟然变成了婉儿的模样。阿婆质问道：“夺了李氏的身子，你以为就会得逞吗？别再纠结前世了，你爱的男人辗转几个轮回，早就忘记了你的存在。张阳平说过，他生生世世都会同我在一起，可是每一世他都忘记诺言，同别人在一起。我心慈手软放他离去，想着下一世我们便能重逢。可是我苦等几百年，换来的又是什么？这一次我不能再心慈手软，就算是魂飞魄散，我也要和他在一起。”婉儿说着，缓缓来到张阳平面前。张阳平却是后退几步，说道：“姑娘请自重，人活一世，只要过好这一世就够了，前尘后世哪里管得到？姑娘不管前一世的我与你如何，但这一世的你我毫无瓜葛。这一世我只想陪伴我的妻子，可是你上一世见到我，许诺我这一世一定会和我在一起的。我等来了你，你却不肯遵守诺言。阳平，你知道这几百年我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”婉儿说着，竟是潸然泪下，细细说起了从前。婉儿和张阳平三生纠葛，第一是婉儿是戏班子里的角，而张阳平则是一心要考取功名的书生。一次书生路过戏园子的时候，无意间被婉儿的歌声吸引，每日来听，渐渐便入了迷。二人一个台上，一个台下，彼此互生情愫。书生张阳平更是许诺婉儿，待他功成名就，定会来娶婉儿为妻。婉儿在戏园子等着张阳平，可最后换来的却是张阳平升了高官，娶了别人家的女儿。婉儿伤心欲绝，寻到张阳平，张阳平却是翻脸不认人，狠心将婉儿赶了出去。婉儿心有不甘，频频找寻张阳平。面对婉儿的穷追不舍，张阳平只好许下下一世的诺言。婉儿被搪塞离开，在戏园子里度过了哀怨的一生。婉儿等待张阳平生生世世，辗转几百年过去，每一次换来的都是下一世的诺言。听到婉儿的经历，张阳平不由得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的经历我十分同情，但这一世的我已然对妻子许下诺言，至于前人之事，更是与我无关，还望姑娘莫要执着于前尘往事。前世的张阳平是个负心汉，这一世的张阳平不能再如此。纵使此刻你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对你许下任何诺言。”婉儿望着此刻面前的张阳平，却看不到任何熟悉之感。眼前的张阳平实在是太陌生了，纵使和他爱的男人名字一样，可这张脸或许是时间太久了，
久到婉儿已经忘记了自己爱的男人究竟长什么样子。婉儿轻笑一声，看向张阳平说道：“你和他们都不一样，是我太过执着了。或许重来一世，我也会遇见新的爱情。”说着，婉儿那张素净的脸忽然露出了一抹微笑，面前的婉儿消失，变化成李氏的面容。与此同时，张阳平看到一缕青烟飘上，婉儿骤然消失在天地间。见状，张阳平赶忙跪在阿婆面前说道：“感谢阿婆出手相救。”阿婆摆手道：“不是我救的你，而是你在自救。万事万物有因就有果，前人栽下的因，后果自然要你承担。人啊，不能轻易许下诺言，许了诺言就要努力去实现。这婉儿啊，也是个可怜人。”说罢，阿婆转身离开，而张阳平在阿婆离开之后，也一阵头晕目眩，昏倒在地。待天光大亮之时，张阳平发觉自己和妻子仍旧像平常一样在屋中醒来。他出门一看，先前的戏台早已不见。张阳平询问邻居：“村里的戏台去哪儿了？”邻居却说：“村里从来都没有来过戏班子，又何来的戏台？”一时之间，张阳平分不清先前发生之事究竟是梦还是真实发生的。他扭头看向屋中的李氏，只要这一世开心快乐足矣。说在最后，不管先前的张阳平是什么样的人，最起码这一世的张阳平心善有骨气。张阳平的善让他躲过了此劫，更是在自己危难之际也没有放下妻子。也正是前世今生强烈的对比，才让婉儿放下了从前。听到婉儿说起从前的事情，不得不感叹从前的张阳平没有担当。放到现实生活中来看，经历这样事情的人也会伤心难过。但在我看来，爱情虽需要忠贞不渝，但也没有必要一直记挂着从前。与其活在回忆里，不如迈开一步，寻找新的希望。就像阿婆所说的，诺言不能随便许下，一旦许下，就要承担诺言的后果。正所谓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不确定的事情不要答应别人，答应了别人，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做到才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